米小白到家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小区里万籁俱寂，草丛里的啾啾虫鸣清晰可闻，让他好不心烦。今年他29岁，博士毕业2年半，结婚1年半，搬进新房半年，小夫妻感情甚笃，事业顺遂。命运却在这个时候和他开了个大玩笑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她划亮屏幕，脸色瞬间柔和起来。是她老公郑一帆，一如既往的甜蜜体贴。宝贝，别工作太晚了，我熬了你最爱的红豆薏米粥，明早给你送过去。做他这一行的，研发到了节骨眼时熬通宵赶进度是常有的事。可他今天心乱如麻，工作任务虽然迫在眉睫，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状态，索性回来了。他把手机紧紧握在手里，像握着一颗定心丸，还好有他在。脚步不知不觉轻盈迫切起来。16层的走廊灯坏了，米小白伸手去按指纹锁，门却一碰就开了，从门缝里传来了说话声，是她婆婆的声音，接儿戏，烦。现在知道烦了，当初鬼迷心窍了似的，非找个农村的，现在麻烦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只是个开头。米小白立刻收住脚步。她虽然在人情世故方面比较含糊，可也隐隐知道婆婆对她的农村出身一直耿耿于怀。郑一帆嘘了一声，婆婆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怕什么？厨房门关着呢。”说的是米小白的妈妈，她前几天从老家过来看胃病。米小白以为郑一帆会帮她说句话，她一向把她护得密不透风，她却叹气说：“哎。”这老太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去，我忍得够够的了。到底是乡下人，那卫生习惯，刻薄讥诮的语气，竟和他妈如出一辙。门外的米小白一下子愣住了。郑一帆在他面前对他妈向来尊重有加，有时候还嗔怪他性急和老人说话太大声。怎么会？这些乡巴佬脸皮厚着呢，把女儿当成山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，摇钱树，不敲打不行。还真是，上次来给点脸色就回去了，这次跟狗皮膏药似的。上次，米小白浑身的血都凉了。去年搬新家后，他特意接他妈来住。可他待了3天，就逃也似的回老家了，说放不下一院子的鸡鸭，还有菜园子里的豆角、西红柿。当时自己还和他生气，他心火乱窜，刚要推门进去，厨房那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，然后是郑一帆的呵斥声：“怎么回事？守住锅边还能让汤溢出来？”我刚才弯腰捡了一下地上的头发，我这就擦，很快就好，没事的。是他妈结结巴巴的声音。怎么没事？这可是集成灶，不是你农村的土灶，整个电路都可能烧坏了。米母手足无措，怯生生地立在一边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郑母端着一杯咖啡在旁边添油加醋：“亲家，你这家政可不过关呢。按说你们农村人别的不会，干活应该在行才对呀。”米母咬着嘴唇不吭声。米小白气血乱涌，恨不得冲进去甩她婆婆2巴掌。这些年她玩命的学习工作，就是想让她妈过点好日子，没想到好日子没过上，反让她在自己眼皮底下受这种羞辱。郑母意犹未尽：“哎，我们一番心态时，那会儿那么多局长教授的女儿不要，非挑了小白，弄得我出去应酬都不好意思提亲家，说不起嘴啊。后来我认命了，穷就穷点，不过贴补俩钱的事，谁知道你们又跑来瞎搅和，这是你该待的地儿吗？说的不好听些，你这叫鸠占鹊巢。”他越说越直白，既然儿子狠不下心，那就由他来做这个恶人。
不信赶不走这个不识趣的农村老太婆。你米姆的眼圈立刻红了。女儿孝顺，非接她过来看病，前后不过住了4、5天而已，竟然这么招人厌。亏她每天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饭不敢多吃一口，见活就干，唯恐她女儿为难。泥人还有3分气性呢，他把抹布一扔，转身就走。郑母叫住他，说：“气性这么大呀？要走也行。”把你这些破家当带上，602还有最后一班，现在去火车站还能买上票。他倨傲地用下巴点了点，门口放着一个灰扑扑的编织袋，是米姆来时带的行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拾掇出来扔在那里了。米姆气得牙齿直打颤，看来赶他走这事并不是一时口角，而是蓄谋已久。罢了，就算流落街头，也比在这儿受气强。他拎起袋子就往外冲，差点撞到门外的米小白。昏暗的走廊里，他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泥塑木雕一样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米姆一阵心慌，米小白却异常平静，扶了他一把，淡淡地问：“你去哪儿？”米姆猝不及防，磕磕巴巴地说：“小白，你不是说不回来吗？我问你去哪儿？”米小白抬高音量，又重复了一遍。米姆不说话，米小白把他拉回门口，指着里面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家，你哪儿都不用去。没要去哪里，我就门口扔个垃圾。”米姆抢笑，生怕多生事端。他撒谎撒得那么自然，简直信手拈来，不知道这样粉饰太平过多少次了。米小白的心一阵抽痛。小白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累坏了吧？郑一帆已经迎了上来，脸上带着不自在的笑。亏我回来了，不然我还以为我妈又不懂事的不辞而别了呢。米小白冷着脸，声音发硬：“可一点小误会而已，不至于。快进来。”郑一帆听他话音不对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试图和稀泥。米小白不理他。他把不安的米姆安置在沙发上，转身炯炯地盯着她婆婆。刚才我听您说鸠占鹊巢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郑母眉头一竖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就是字面的意思。你一个大博士，学问那么深，还用问我？”妈郑一帆急坏了，对他猛使眼色。郑母更生气了，好好一个儿子被媳妇降服的一点血性都没了。米小白神色不变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这是我的房子，我妈生病了，我接她来住几天看看病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怎么就鸠占鹊巢了？你的房子？”郑母一下子就爆发了：“你是觉得房本上写你名字了吧？那是我儿子给你脸呢，首付你才出了多少？”啪一声，米小白从鞋柜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拍在她婆婆面前：“是，首付我只出了1/3，不过后面的贷款我都提前还上了。这是还贷合同和打印出来的流水。真要较真的话，这房子的一大半都姓你。他逐月还了1年半房贷，利息就占了一半，怎么算都不划算。年前刚好拿了一大笔奖金。”他凑了凑，索性一次性把剩下的都还上了。你还？是拿我儿子的钱还吧？郑一帆，看看你把媳妇惯成什么样了，对长辈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没家教。郑母被将了一军，拿儿子出气。小白，这么晚了，别说了。郑一帆乞求地看着米小白，米母也扯他的衣角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凭什么算了？今天大家都在场，我非把话说透了不可。我用他的钱，你问问你自己的儿子，他一个月挣多少，我挣多少。话音刚落，郑一帆的脸立刻涨得通红，几乎要滴出血来。他硕士毕业后，在一家国企谋了份清闲的工作，撑不着也饿不死。工作这么久了，米小白的工资翻了3番了。他的却纹丝不动，他现在的收入足有他的4、5倍。之前他们如胶似漆，都不提这个。
米小白是个工作狂，郑一帆却热爱生活，闲暇养绿植、养金鱼，煲汤做美食，把家里整得窗明几净、热气腾腾的。米小白很念他的好，对收入这一块总是多有避忌，唯恐伤他自尊。可今天话赶话，到底还是脱口而出了。米小白看他窘迫，有些不落忍，可话一出口就如开弓之箭，回不了头的。他一转念心又硬了，这他就受不了了。刚才合伙作践他妈的时候呢？郑母愤怒到极点，声音忽地拔高：出嫁从夫，你既然嫁到我们郑家，就得安分守己。你妈生病由你爸你弟管，怎么也轮不到你这个出嫁女出头。你能挣钱又怎么了？你嫁过来了，你挣的钱就都姓郑。呵呵，米小白被气得笑出声来。感情我不是嫁人，是卖到你家了。我今天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爱让谁住就让谁住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你要是看不惯，你可以走，不要在我的地盘指手画脚。还有，我妈是来看病的，不是给你们做保姆的，嫌她干活不利索。你又干了点什么呢？你拿我堂堂处长夫人和乡巴佬比？郑母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她是和你比不了，她为了子女可以忍辱负重，你呢？不挑唆着让小的们家宅不宁就不舒服。米小白冷冷还击，不愧是理工科出身，即便生气至此，依旧思维清晰，一针见血。他公婆单独住一套单位早年分的大房子，出门就是公园，有专门的保姆伺候，日子过得不知道多悠哉。天他时不时要跑过来指手画脚，从买什么家具、贴什么壁纸，到家务活，他俩谁干得多谁干得少，没有一件事不插一杠的。平时他工作忙，懒得搭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反正诸事有郑一帆挡着呢，没想到他得寸进尺，竟然动他妈，那可是他的逆鳞和底线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多带点上，都洗洗睡吧。郑一帆一个头两个大，首次尝到了夹心饼的滋味。你这个没本事的，就知道护着媳妇。我被人指着鼻子骂你都不吭声。好，既然你家容不下我，我走。郑母一辈子颐指气使，何曾受过这种委屈？她恼羞成怒，拉开门就作势往外冲。站住！米小白叫住他，随手扯起一个袋子，把郑母放在卫生间的毛巾、牙刷、护肤品，还有刚喝过的咖啡杯，叮铃哐啷全装了进去，往门外使劲一掷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把你这些东西都带走。以后来之前，请先打个电话，我不一定有空招待。”他的话又冷又硬，砸得郑母浑身直哆嗦。郑一帆也变了脸，大喝一声：“米小白，你太过分了！”米小白把胳膊抱在胸前，冷冷地看着他，仿佛从不认识他一样。今天过分的是她婆婆，伤她心的却是他。郑母一跺脚，捂着脸跑了。郑一帆瞪了米小白一眼，妈，妈，妈的叫着，紧跟其后。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了。米母靠着沙发，双眼紧闭，眼泪一串串不受控地顺着蜡黄的脸往下流。米小白拉她的手，她一把甩开，捶着胸口痛苦地说：“都怪我，怪我这不争气的身体，把你好好的日子搅和成这样了。那会儿我就说不来。”不来，一口气没上来，身体一软，整个人顺着沙发直往下溜。妈，什么事儿这么火？米小白撕心裂肺地叫了起来。深夜，救护车的尖叫声划破了小区宁静的空气。米小白失魂落魄地跟在担架后面，还不忘护紧胸口的包，里面装着现金和各种证件。我可不能收。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妈妈，脸色蜡黄，嘴唇几乎没有血色，躺在担架上一点生气都没有。妈妈在他印象中向来是无坚不摧的，3伏天割麦子，谁都没他快。雷雨天踩着梯子修屋顶，提着棒子护着他们和恶狗对峙，
即便到现在，无论何时，只要他回头，他妈总乐呵呵地朝他摆手，说：“没事没事，忙你的去。”可现在，巨大的恐惧和愧疚像一只无形的手，紧紧攥住他的心脏，几乎不能呼吸。米姆被推进了急诊室，米小白跌坐在门外冰凉的椅子上，浑身僵硬，可怕的念头一个接一个，几乎要把他击垮。如果他妈今天不能从里面出来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好在有惊无险，米姆只是气血攻心，很快被送到普通病房输液去了。米小白一口气卸了下来，瘫在椅子上半天站不起来。值班的急诊医生上了点年纪，一脸风霜，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。他说：“暂且无碍，但你母亲怕是还有别的大病。”因为我非常清楚。米小白并没有很吃惊，他从包里拿出几张检查报告，递给了医生。医生瞳孔紧缩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难怪。”又说：“明早就转院吧，他这情况拖不得。挂上号了没有？那个医院的号可紧俏得很。”米小白点头，2颗豆大的泪珠无声地顺着脸颊滑落下来。检查报告他白天就拿到手了，薄薄几张纸，如同晴天霹雳，炸得他的世界天崩地裂。好不容易稳住神，想回来和老公商量商量，却猝不及防地被他从后面捅了一刀。健康的母亲他们且容不下，何况他还得了癌症。沉默而剧烈的痛苦往往更令人动容。医生忍不住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赶快和你家人商量商量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能抗的事。”米小白不说话，咬着嘴唇，给他深深鞠了一躬，摇摇晃晃地出去了。一出门，他就飞快地擦干了眼泪。医生一片好心，可他还能和谁商量呢？他家全靠他妈撑着，他爸是个撒手掌柜，2两小酒就找不到北了。弟弟小他5岁，考了3年才考到县城小学的编制，实习期还没过，肯定请不了假。况且他性子怯弱，爱哭，自小都是他护着他。这个时候告诉他们，不过白白添乱。深夜的医院走廊里，米小白环抱着自己的胳膊，看着地上被拖得长长的影子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和恐惧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整个世界只剩他一人了。病房中，米姆还在昏睡，好在监控指标都是正常的。米小白坐在他身边，拉过他的手，粗糙厚实的大手轻轻贴在自己的脸颊上。当年他爸不愿让他读大学，他妈硬靠农闲时帮别人摘棉花，把他供出来。10个手指头被棉桃的汁液染得黑黑的，到现在都洗不掉，仿佛有感应。他妈的手指突然弹跳了一下。米小白的泪又出来了。明亮宽敞的会议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，空气却安静而肃穆。米小白进来时发现周曼坐在本属于他的位置上，正和旁人说的热闹。看到米小白出现，他有些意外，遥遥朝他笑笑，身体却动也不动，摆明了要抢这个风头。米小白没吭声，拉开赵轩旁边的椅子坐下了。赵轩上下扫了他一眼，把他面前的水杯移开，说：“怎么还是这套衣服？拜托你置换置换吧，公司没少给你发工资呀。”那套深色的名牌套装是米小白的战袍，重大场合才会出镜。米小白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对这种没营养的话题，他向来懒得搭腔。即便对方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赵轩见怪不怪，凑过来想交代句什么。大老板恰好领着客户进来了，他赶紧把话咽下去，起身张罗去了。他是技术总监，一摊事儿都归他管。程序研发提前1个月结束，在市场上抢占了先机，马上就要交付验收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轻松和喜悦。很快有人调暗了房间的光线，所有的眼睛都牢牢盯着大屏幕。
周曼一边娴熟地讲解，一边演示，一切都是顺畅圆满的。大家情不自禁地报以激烈的掌声。周曼虽然做谦虚低调状，但脸上的春风得意是怎么都掩不住的。这个项目，米小白领着大家吭哧吭哧做了小半年，从创意到搭建框架到数据验证，全都是他亲力亲为。可老天眷顾周曼，趁米小白请假，他领着大家光速完工了，算是捡了个漏。是他周曼是占了点便宜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了凉。可最后的突破是他领着大伙完成的。他占便宜也是光明正大、理直气壮的，他是有实质性贡献的。周曼趁乱扫了米小白一眼，把这个意思传递得明明白白的。连赵轩也忍不住看了看米小白，那是怕他心中不分出幺蛾子的意思。米小白一概接收到了，眉梢都没动一下，还对着他们笑了笑，气定神闲的笑。掌声还没有停，突然一阵骚动。大屏幕上正运行的程序骤然卡住了，满屏乱码，所有人的笑都僵在惊愕的脸上，看上去好不古怪。周曼立刻退出，重启，一切正常。可是没有人敢松懈，因为乱码和噩梦很快又出现了。大老板的脸都绿了，客户的脸也拉得老长，但毕竟是常年合作的公司，不好立刻翻脸。只是皮笑肉不笑地告辞了。客户一走，会议室的气氛立刻两样了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，连喘气声都清晰可闻。周曼迫不及待地发声：“老板，这个项目一直是米小白负责的，我就这2天代管了一下，我负责的这部分程序肯定没有 bug。以前的我就不知道了。”米小白的嘴角抽了抽，不愧是周曼，抢风头抢得快。甩锅也甩得这么快，大老板的目光落在米小白身上，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米小白是公司的技术骨干，博士毕业刚来1个月就修好了公司大半年都搞不定的 bug， 随后更是披荆斩棘，在这个公司颇有些口碑。怎么？米小白不慌不忙地起身，问周曼。我一共请了4天假，走前和你交接工作时是怎么交代大家的？这个问题很好回答。周曼曼却低下头，久久不语。你要我们按部就班地按研发计划走，不能心急。有人回答，然后是此起彼伏的附和声。周曼这2天的青黄枣让他们忍无可忍，吃相又那么难看。你是这么说过，可整个团队的工作不能因为你请假就搁置吧？老板，研发这回事你也知道的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是生命。我们家加班就能完成的事，为什么非要等它归位了才能进行？我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。我周曼依旧振振有词。OK， 米小白打了个息怒的手势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的确够忠心。可做咱这一行的，光忠心可不够，还得有相应的实力相配。没有金刚钻，就不要蓝瓷器活。你看看你丢下的烂摊子。”他语气平和，可句句都是刺，刺得周曼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恼羞成怒起来。米小白，一定是你，是你在程序里埋了炸弹，特意在这个时候引爆让我丢脸的。你好卑鄙！米小白还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周曼，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只是让你监管进度，并没有让你为了抢功擅作主张。写这个程序的代码时，如果只完成指定功能，不管它与其他模板之间的兼容，放到生产环境运行，必然会出问题。今天不出，交付给客户后也会出的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。一定是你！周曼曼声嘶力竭起来，胡闹！老板听不下去了，一巴掌拍在桌上，发火：我花那么多钱请你们回来，是过家家的。他凌厉的眼风刀子一样割过赵轩的脸，说：赵轩，这就是你带的好兵，快把烂摊子收拾了！再有一次，你们一起给我滚蛋！
言罢，他携着风雨盛怒而去，留下一屋子惶惶不安的人。赵轩办公室里，米小白态度强硬，不用再说了，这个团队有他没我宁可手下笨点，也不敢再和这种人共事。米小白，赵轩忍不住警告他。周曼比你早2年来公司，算是前辈，人家忍气吞声的给你做了这么久副手，心里有点怨气，有点不忿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说开了就行了。他跟这个项目跟了这么久，现在把他开了，他在这个圈子怎么立脚，都得养家糊口，差不多算了。米小白哼了一声，他这个同门师兄别的本事没有，和稀泥是一把好手，不然就他那点业务能力，能混到现在这个位置。他拉出一把椅子坐下，大大咧咧地从袋子里翻出一双运动鞋，当着他的面把高跟鞋换下。他穿不惯，这么一小会儿脚掌都快裂了。赵轩被他气笑了，说：“你还真不把我当外人。”米小白一边系鞋带，一边歪着脑袋对他莞尔一笑：“你不是我亲师兄吗？”又塞的一个梨窝，甜蜜的一闪，差点把赵轩给闪迷糊了，心里却有不祥的预感。米小白换好鞋起身，一边把衬衣下摆往外拉，一边淡淡的说：“我先走了，你把周曼的事处理好了，打电话给我。”果然还是不肯松口。赵轩咬牙切齿。你就这么狠心，一定赶尽杀绝。米小白正色，这不是狠心，这是底线和原则。他看看表，说：“我还有事先走了，你尽快做决定。他留下的烂摊子不好收拾，别耽误你向大老板交差。”赵轩微微有些恼意，他掰开揉碎讲了半天，在他这儿半点波澜都没激起，感情是这个团队觉得非他不可了。他语带警告：“米小白，你这么恃才傲物、不通人情，早晚会栽跟头的。”米小白浑不在意的一笑，还是那副心如磐石难挪移的模样。手机响了，米小白一看电话号码，被立刻挺直了，脸色都变了。他朝他摆摆手，示意安静，握着手机走到窗边。紧张地喂了一声，这女人真是……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他脸色慢慢缓和下来，堆起笑，一叠声的致谢。他轻傲惯了，那笑就格外僵硬怪异。赵轩眼睛都看直了，米小白是什么人？走起来敢和大老板拍桌子，什么时候这么做小伏低过？我在东风路上呢。什么事？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废话，我没事给你打电话。米小白眼波一闪。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怎么哑巴了？”哎，赵轩叫住他：“我听着呢，你不能再请假了。”我跟你说放心，叶总他妹夫受伤住院了，在市医院。我比你更紧张这份工作。送5000块钱过去，不然他怎么会一个电话就立马从医院赶过来了？这份工作万万丢不得，他还要给他妈治病呢。另外，你到电医生那儿去话是同病房的病友家属万阿姨打过来的，说米母今天的检查已经做完了。打了止疼针后，睡得很安稳。米小白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悬着的心落回了原处。他看看时间，准备回趟家。他和郑一帆自那天起一直在冷战。米母晕倒的第2天，米小白就带他去了最好的肿瘤医院。老专家一看到他的片子，眉头就皱了起来，立刻安排他住院了。住院部的主治大夫不在，米小白只见到一个胖胖的住院医师，他对他的焦灼视而不见，埋头刷刷刷开了几张单子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检查。别处的检查报告，这里是一概不认的。你说的对，这一查就查了3、4天，各种检查单、血片一样飞来。1号楼、2号楼，楼上楼下，取号排队，每天赶场子一样。百忙之中，米小白接到下属的电话，知道周曼搞鬼。立刻风风火火赶了过来。现在看，这趟没白来，还没等他出手，妖魔鬼怪就自动现形了。这样也好，他米小白不占别人便宜，但也绝不肯吃暗亏。他走出公司大厦的时候，正逢元日西坠。
金色的霞光从高楼的玻璃上折射过来，给路上的行人涂上一层暖色。街上车水马龙，喇叭声、叫卖、音乐声不绝于耳，还是那个熟悉的鲜活的世界，但分明又有些不一样了。倪小白神思恍惚，以前他总觉得什么都可以来日方长，可原来人的生命那么短暂和脆弱，实在没必要浪费在怄气和冷战上。他下定决心，回去后和郑一帆心平气和地谈谈。倪小白推开家门时，还以为走错了地方。客厅里一片喧哗，电视上放着足球赛，满桌子啤酒、薯片、炸鸡，沙发上、地毯上乱七八糟地歪着几个年轻人，看到他都愣了愣，有机灵的已经坐直了身体，赶着叫了声嫂子。倪小白很快认出来了，是郑一帆单位上的同事，他努力朝他们笑一笑，换鞋后径直往卧室走去，多余的话一句也不想说。郑一帆闻声从厨房里探出身来，手上还端了盆爆米花，目光隔着大半个屋子和倪小白碰了碰，嘴角的笑立刻僵住了，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回来。倪小白移开视线，脚步不停，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补觉。卫生间的门却突然被开了，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他撞了个正着，对方满脸惊愕，下一秒就笑开了，亲亲热热地叫小白姐。是郑一帆单位新来的实习生李倩，郑一帆在家提过几次，说现在年轻人真逗，和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。倪小白当时两声敷衍过去了，但不知为什么还是对他存了些印象。他视线下落在了对方身上的针织开衫上，杏色、纯羊绒的桃红色的心形扣。李倩在他的眼光下有些不自在，突然醒悟过来的样子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刚才我衣服打湿了，郑哥让我随便拿一件来换。”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脸色，说：“小白姐，您应该不会介意吧？”“不，我很介意。”倪小白面无表情地说。小白，赶过来的郑一帆听到最后一句，不满地叫了起来。倪小白看他一眼，砰一声把卧室门摔上了。客厅里的人面面相觑，立刻讪讪地找借口离开了。郑一帆窝了一肚子火，气冲冲地找他理论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还让我在单位上怎么做人？”倪小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说：“我怎么了？”他问我介不介意，我的确介意呀。女主人不在，他随意乱翻衣柜，还选了那件开衫，那是你拿了第1月工资后买给我的礼物，我一直都舍不得穿。郑一帆一愣，才想起这衣服确实有些典故，肚子里的火不知不觉就泄了一半，语气还是有些生硬，即便你不喜欢也应酬2句，上门都是客，你不要把对我的不满发泄在他们身上。我没有发泄情绪，只是有些累了。少来，你不就觉得我们开心你不舒服吗？难道你妈住院了，全世界都得陪葬？郑一帆不知不觉说出了真心话。倪小白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，原来他知道他们母女在医院受煎熬啊，哪还有心情在家宴客开 party？ 他猛一抬头，眼中闪烁出锋芒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妈也是你的丈母娘。”郑一帆被他一刺，有些心虚，也有些恼羞成怒，立刻举手表示投降。好好好，我不和你一般见识。他弯腰抄起枕头被子到客房去睡了。卧室门被摔上了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倪小白的心也跟着哆嗦了一下，2行冰凉的泪顺着脸颊滑了下来。他有些茫然，郑一帆以前很温柔小意的，他俩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？第2天早上，倪小白醒来时，家里空无一人了，客厅里一片狼藉，啤酒瓶东倒西歪，沙发地毯上全都是碎屑。郑一帆向来有点洁癖，丢下这一摊就是发脾气的意思。倪小白耐着性子收拾了一会儿，突然抓起抱枕往地上一扔，爱咋咋地，这操蛋的人生。
米小白赶到医院的时候，米母正在喝粥，看到他非常高兴，说：“昨晚在家睡得好点了吧？和一帆和好了吗？”米小白含糊地嗯了一声，自己也奇怪怎么会撒谎了，简直无师自通。米母更高兴了，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不是我说你，那天即便他们有7分不对，你也有3分不是，哪有做儿媳妇的说话这么硬？我帮你剥鸡蛋。”米小白转移话题，已经是住院的第5天了，所有的项目米母都检查了一遍，同病房的其他人都吊上了药水，主治大夫还没有约谈他们。米小白忍无可忍，硬着头皮去敲医生办公室的门，点名要见吴医生。办公室里的人面面相觑，问他是哪床病人的家属，然后有个年轻人轻咳了一下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是我负责的病人，什么事？”米小白的心一下子拔凉拔凉的，看看，这就是没送红包没找人的待遇。医院居然派了个毛头小子应付他们，脸上还是努力堆着笑。吴医生，我妈检查好几天还没结果，我心里着急，想问问情况。他没应酬惯，面皮笑得有点僵。对方看了他一眼，他戴着口罩，米小白只看到一双清冷的眼睛，瞳仁乌黑，没有任何温度，天生就是吃医生这碗饭的。他说：“还没检查完，着急的话，我先帮你看看大致情况。”米小白一喜，没想到这医生看着高冷，还挺有人情味的，赶快一叠声的致谢，笨拙的没章法的感谢，要是赵轩在，肯定又是吃的一声冷笑，说丢人露怯。医生点开他电脑上的系统，输入了赵凤芝3个字，米小白的喉咙像是被谁掐住了，呼吸都停了，一瞬不瞬地盯着电脑，等着法官宣判生死。电脑屏幕却不动了，医生连点了好几下鼠标，还是没反应，死机了。米小白立刻崩溃了，连沉着的医生都有些不耐烦了，扬声问道：“小陈，之前不是让维修部的同事来修电脑的吗？”小陈是个更年轻的女实习医生，立刻站起来，满脸通红地说：“对不起啊，他们还没有过来，我再催催。”他拿起手机开始拨号，医生不说话，空气却紧张起来，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大家突然都安静了。他又使劲晃了晃鼠标，还是没有反应。正想说不好意思的时候，米小白突然俯身凑了过来，他食指翻飞，在键盘上飞速敲着什么。医生猝不及防，很快反应过来：“哎，你这女同志干什么呢？医生的电脑不能随便碰的。”米小白不理他，眼睛紧紧盯着屏幕。不算什么大问题。旁边的医护人员围了过来，有人拽他的胳膊：“这位家属，你冷静点，要不我们叫保安了。”米小白一把甩开他，说：“1分钟，不，40秒就好，已经好了。医生，您再试试。”他弹回原位，站直身体，恭恭敬敬地垂手，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等他继续宣判。医生一点鼠标，果然好了，不由得多看了他一眼。米小白有些心虚，说：“对不起呀，刚才有点心急，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行了好了，以后不能这样冒冒失失的了。医生的电脑是你能碰的吗？”旁边的人如释重负，但还是忍不住呵斥他。米小白唯唯诺诺，眼睛却牢牢地盯着屏幕。他妈的检查报告一项一项都出来了，铺满了整个电脑。医生快速地扫描了一下，说：“还差2项检查结果。缺支气管镜和骨扫描，一般多久出来呀，医生？”米小白焦灼地问。医生显然非常意外，检查单在电脑上不过一闪而过，他比自己还过目不忘。他忍不住问：“你也是医生？”“不是。”米小白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。他发现自己话多了，惹人讨厌了。检查结果虽然没有出来，
但基本可以判断是恶性肿瘤，只是不知道扩散程度而已。米小白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也破碎了，面如死灰。小琴呐，大概他绝望的样子太让人动容了，即便看惯了生死，医生也忍不住出言安慰了他：“不用这样，还没出最后结果，你要对现在的医疗技术有信心。”虽然大脑一片空白，米小白还是感觉到了他稀薄的善意，眼眶热了热，飞快地说了句“谢谢吴医生”就出去。医生继续低头看桌上的资料，旁边有人嗤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魏教授，这家属可真行啊，连大名鼎鼎的你都能叫错。”魏魏在口罩里勾了勾嘴角，没说话。医院里这种六神无主的家属多了去了，他们的痛苦剧烈而鲜活，让他自觉自愿地宽恕了他们在小事上的冒犯。魏魏不计较，但把他视为眼珠子的年轻护士们不干了，马上就有人找到了米小白，义正言辞地敲打他：“这位家属，我们魏教授很忙的，时间对他非常宝贵，以后看报告这样的小事，请不要再麻烦他。他不好意思拒绝，但咱们得有自觉性啊。”有的人一夜之间，米小白反应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感情那医生姓魏啊，这么年轻就教授了，他还以为只是个在读博士生呢。他拿出手机查他的资料，马上肃然起敬，原来是个天才青年医生，年纪轻轻就成绩斐然，被破格提拔为最年轻的教授，是抗癌研究领域的新星。米小白窃喜了一下，居然误打误撞找了个专家。想想自己刚才的行为，双颊微烫，确实冒失了，连人家的姓都叫错了。米小白一向讲道理，顿时对护士刚才带着毛刺的呵斥释然了。人家医生没当场翻脸，已经算好涵养了。赵轩看到米小白在卫生间哭，门没有关严，先映入眼帘的是他背上2片薄薄的蝴蝶骨，随着急促的呼吸阵阵欲飞。然后是他浮在洗手池上的后脑勺，乌黑茂密的头发被一支铅笔胡乱挽成一个发髻，露出洁白的脖颈和脑后毛茸茸的碎毛。虽极力压抑，但断断续续的抽噎和微微颤动的肩头还是泄露了他的痛苦。赵轩收住脚步，靠在不远处的墙上，衔着一支烟，静静地等他出来。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四周静悄悄的，除了他们部门寥寥几个加班的外，其他人早就回去了。刚抽了几口，就听到一阵哗啦啦的水声。赵轩赶紧把烟掐掉，捎带用手在空气中挥舞了几下。米小白这人有多疙瘩，他比谁都清楚。米小白看到赵轩时唬了一跳，脱口道：“你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干什么？”赵轩眉头一皱，瞧瞧，这是和上司说的话吗？米小白马上意识到自己语气有点冲，硬邦邦的撒个娇，说：“你不还是我师兄吗？”赵轩从鼻子里哼笑了一下，师兄。他啥时候对他有过些微的尊重之意？自打他博士毕业分到自己手下后，俩人不知交过多少次手了。他在他跟前向来生冷不忌，常常一句话把他噎得直翻白眼。要不是看他专业实在过硬，要不是导师一再嘱咐，他早灭他800回了。虽然恨得牙齿根痒，可他遭了难，萎靡得跟鹌鹑似的，他还是忍不住要关心一下的。他说：“没事吧？”“没事啊。”米小白做出若无其事状，可微红的鼻头和展不开的眉却在说另外一件事。赵轩索性点破他：“那天那个电话，没事吧？”米小白在赵轩明察秋毫的目光下哆嗦了一下，依然嘴硬：“一点小麻烦，已经解决了。”赵轩不说话，直直地盯着他。米小白不自在地避开视线，说：“我回去加班了，一堆事等着呢。”赵轩看看米小白脸上的表情，知道今天大概撬不开他的嘴了。也罢，他并没窥伺别人私事的癖好，爱咋咋，不影响工作就行。
他俩能处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算起来，他俩人打一开始就磁场不合。倪小白是名门正派，一举一动都写着规矩2字，比导师还像导师。赵轩虽也是博士毕业，却是桃花岛的黄老邪，本来就不是正派路线，加上在社会上浸泡了几年，有理有气的。公司接风宴上，倪小白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师兄，正叼着烟和那些油头大耳的中年男子勾肩搭背的喝酒说荤话，顿时惊掉了下巴，觉得他简直有辱师门，不，有辱知识分子的清贵。他不擅长隐瞒自己的情绪，失望和轻蔑立刻写在了脸上。俩人的眼神隔着酒桌在空气中一对，马上不约而同地移开了。谁都看谁像个艺术。天兆轩还是他的顶头上司，这2年他升了3级，他比他升得更快，始终牢牢地管着他，简直阴魂不散。倪小白虽然颇有些棱角，但实力在那里摆着呢，且他一贯对事不对人，心思单纯。时间久了，赵轩那些暗搓搓的活也卸得差不多了。事到如今，倪小白对他这个长袖善舞的师兄早没了当初的排斥，但也远没到可以敞开心扉促膝长谈的地步。如果换个时间，他可能还会多敷衍他几句，但今天的他格外心烦意乱。刚才他并不是在哭，而是孕吐。是的，麻烦并不肯就此放过她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她怀孕了。中午，她去医院取检查报告，已经1个半月，有胎心了。她年纪不小了，这个孩子是她和郑一帆殷期盼很久的，是在天上选了半天才选了她当妈妈的小天使，本该被千娇百宠的，却来得这么不是时候。倪小白来到医院时，万阿姨正对着走廊尽头的窗户抹眼泪。倪小白很意外，万阿姨是这个城市典型的土生土长的阿姨，